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不还是来了吗？我当然要来。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萧烟准备做手术了。我不是第3个吗？对啊，前2个都已经做完了，你准备一下啊。别怕，有我在。这次我绝对不会再走了。我等你。别紧张啊，不疼的。这是麻醉药吗？嗯，是。这多长时间能见效啊？很快。就这么点儿？这够吗？这万一我手术中途醒过来了？没事儿，放心啊。今天我男朋友向我求婚了。真的吗？那恭喜你啊。他真狡猾，他知道这个时候我没有拒绝他。这就算是做完了，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之前在网上查的时候吓死我了。可是我都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，我连主刀大夫都没见过，就跟没做手术一样，真是太神奇了。张大夫，大夫好。感觉怎么样？我没什么感觉，是不是证明手术很成功啊？你男朋友？啊，未婚夫。你要不先回避一下？没事的，张大夫，您直接说吧。是手术不太理想啊，肿瘤部分切除的还是很成功的，但因为粘连的比较严重，也就是说卵巢组织几乎不剩什么了。我之前也和你说过，术后恢复好了，最好尽快怀孕，这个病的复发几率还是很大的。目前你还有排卵的可能性，过了这2年就不好说了。当然，如果2年内你们不考虑结婚怀孕，也可以选择冻卵。冻卵？那不必了，我是铁钉，我不要孩子的。
谢谢你，大夫。您刚才说的，我们会认真考虑。那记得按时吃药。嗯，谢谢张大夫。大夫，您慢走。没关系的啊，一起会好起来。哎，动手术的是我，你干嘛那么丧啊？哎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你这样会着凉的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做手术？就一个小手术，不值得一提。什么小手术？这是你经历过最大的事儿。你听我的好不好？你赶紧回去。我这一个病人，我没法再照顾你这个病人。你怎么出来的？颜值载我来的。师哥已经告诉我你的病情了。你打算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啊？我本来也不打算生孩子。你自己选择不要，跟你现在被剥夺权利不能生了，这是一回事吗？你可能这辈子都生不了孩子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！哎，你哭什么？你别为我这种事儿哭了，我真的不在乎。其实比起我这事儿，我是真的觉得我没有保护好你。你老瞎自责什么呀？我从来没有怪过你。真的，我又不是不能再生了，现在是你比较惨，你不能再生了，知不知道？哎呦，我不在乎的，我真的不在乎。你越这么说就越惨。其实我是真的很担心我会提前更年期。你不怪我，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？我从来就没有怪过你啊，但是我自己走不出来啊。你别瞎跑了，你这么瞎跑着，你老了你会得老寒腿的。你怎么办？你知不知道我多心疼你啊？你早更年期了怎么办？我们两个怎么这么惨呢？你知不知道女人更年期，女人是一朵花儿，她就蔫儿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什么都没干呢，你就蔫儿了，什么都干不了，好吓人啊！我说的是真的。你不到50岁你就得关节炎了，你都走不动路。走不动你背我呗。哥，不是说女人之间的友情都是塑料的吗？那看来也不都是啊。我的烟！老大，哎，哇，就像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一样啊！哪有那么惨呢？你看你这么快就恢复那个绚丽多彩的女孩级了。我也康复好了，准备回家了。你要回家了？你要不行可以去我那儿啊。没事儿，我已经想好了。你呢？我只能好好工作呗。这个
好爽！要不要趁这个好日子来个双喜临门的决定呀？姐是那种会被一个戒指束缚的人吗？哎，跟你们说啊，我的人生有了新的规划。哦，之前在月子中心的这个厨艺啊，我的厨艺啊得到了宝妈们的一致好评。但是说实话，无论做什么工作，我都觉得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到快乐和满足。所以我决定，我要从西亚集团辞职。哎，可喜可贺的是啊，我爸呢，他终于理解我，还特批让我把我们的严家餐厅做一次彻底的改造。哎，老大，你觉得我们这餐厅应该走什么定位啊？你要问我呢，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开个亲子餐厅啊。你从月子中心就能看出来，现在的母婴市场了不得。哎，其实你们俩可以合作呀。你那么爱孩子，你又那么会做饭，你们俩要合作，那简直就两全其美。哎，这听起来可行，你觉得呢？虽然说我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啊，但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的话，我会全力以赴的。行，那我这么定了。哎，祝我们成功！来，点子费，快！这样，以后你去我们餐厅吃饭一律免单。呵，想让我吃一辈子儿童餐啊？那我会营养不良的。那要不这样呢？入股我们餐厅啊，把那边辞了，过来当老板。看孩子看够了，去你们那还要见熊孩子。姐也是个有梦想的人，好吗？上车吧。喂，李总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梦想又在向你招手啦。喂，马总。焦蕊，西亚最近有大动作，集团内部要选定一人，晋升为董事会成员。具体要求是什么？最好是女性，已婚已育，家庭稳定。以你现在的单身状态，对你不利啊。当然，董事会还是会综合考量的。焦蕊，我依然看好你，加油吧。谢谢马总，我知道了，再见。过段时间，集团述职会之后，董事会会有大动作。你的梦想或许很快就会实现。你确定？原本我是有些担心，董事会希望这次的新人选是已婚已育、家庭稳定的女性。这是什么标准？过去，集团上下谁都知道你是个铁丁族，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他来得太及时了。在现在这个敏感的时期，你戴上了婚戒。这就意味着你的内心是安定的，这也是董事会希望看到的候选人的状态。我的内心从来没有不安定，不会因为一个婚戒而改变什么。而且我一直以为，西亚集团对于女性最佳状态的诉求，是未婚没有孩子，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工作。但是你别忘了，西亚集团所有的产品线都是围绕女性消费展开的，集团需要让整个的高管团队作为示范。向公众放送一个明确的信号：成功女性不仅要事业有成，而且要拥有爱人、孩子以及幸福的家庭。那是你们以为的成功女性，这是没有绝对的，而且这不能够成为西亚集团选人的标准。什么时候用人为贤变成用人为婚了？请进。李总，请签字。恢复的不错。好了。哦，对了，集团有一个高管家庭聚会的邀请函要给你们，正好你们都在，回去好好准备吧。董事会选人的事，你已经知道了吧？我不喜欢被绑架的感觉。我不想结婚可以不结，不想生孩子可以不生，为什么做这些事情要迎合别人？戒指很漂亮。
我应该恭喜你。谢谢。也许你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坚定，在面对无法抗拒的诱惑时，我们都会屈从世俗的判断标准。可他们选人的标准那么荒谬，我可以不接受。入驻西亚董事会，不是你奋斗多年的目标吗？你呢？你会为此跟莫名复婚吗？怎么不多休息一下啊？这就来工作了？身体恢复了，就迫不及待的想工作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启斌向你求婚了，恭喜你啊！今天全世界都在恭喜我。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，从你刚开始创业，到我们有孩子了，我们的婚姻一路走来，一切都过得太顺利了。我以前认为是我自己心态好，是我把这个家庭管理得非常好，我们才会过得这么顺利。但是现在我想明白了，如果不是你那么努力的工作，给了我足够的经济支撑，我怎么可能像现在这样过得无忧无虑呢？
这个家庭怎么可能那么幸福？你的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什么也帮不上，还像个小孩子一样活在那个理想化的生活里面。我本来以为星星的到来会有所改变，会给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希望。作为妻子，我做得不好，你能原谅我吗？你能原谅我吗？老公，没有人的婚姻是一帆风顺的。未来，不管我们会过什么样的日子，我们都一起过。我们一起努力吧。我爱你。创业呢，就是闯一道又一道的难关，你就把陈浩南当你第一道难关。攻克的。好，这方面吧，你是女强人、女超人，我应该听你的，我得有信心，对不对？我不能再让他一个人扛我们所有家庭的压力了，对吧？结婚真是麻烦啊，又要担当，又要退让，还要生孩子呢。我跟你说，你就是想太多了，想太多那就什么都干不了了，这叫典型的婚前恐惧症。说实话，手术之前被启斌感动是真的，可是现在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，也是真的。我也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啊，可是我现在真的就……可是什么呀？你不是把人家戒指都收了吗？是啊。妈妈来了啊！哎，先不跟你说了，聪聪叫我了。你别走啊！我才聊到正题上。我也想跟你多聊一会儿，可是我现在得去给聪聪洗澡。回头再聊吧，你也帮我想一下这个亲子餐厅的事儿啊，拜拜。